3年前，昆桑看了生物圈2号，想自己用一个玻璃罐子模仿一下，打造一个密封的生态系统。生物圈3号，生命可以在密封罐生存下来，甚至是保持生态平衡吗？昆桑找到一个满是浮萍的池塘，在池塘里收集一些小泥巴，再收集一些小水草，让我们把收集来的素材放到提前准备好的玻璃罐子里，看起来不是很优雅。淤泥里出现了一只水蝎子小黑，恭喜它成为了生物圈3号的第1个小居民，他应该感到很荣幸。这泥点子建的哪里都是，每个泥点子里都是一个小生态，玻璃罐子上也都是漂亮的泥点子。有的人觉得泥点子很脏，你懂什么？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！为了保持罐子里的物种不受影响，昆桑加入了1桶纯天然的自来水，水里没有任何生物，除了野外挖来的小水草。昆桑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种类的水草，在密封的罐子里，在光合作用下，白天水草会吸收二氧化碳产生氧气，晚上会吸收氧气产生二氧化碳，这样生态系统里也就会一直循环。很快植物种完了，玻璃罐子里漆黑一片，隐约可以看到小黑坐在水草上，他平时捕猎就是这个姿势。这片水草上有一个圆圆的小黑球，昆桑估计这是某种生物的卵。水面看到了一些小虫子，看起来好像是蚊子或者某种昆虫的幼虫，它们个头很小，只有1-2毫米。看到昆桑的颜值，他都不敢动了，是不是有种降维打击的感觉？观察了一会儿，昆桑还是决定把小黑放生，这样可以给比较小的虫子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接着昆桑准备在池塘采集更多的小动物，捞了2网子，动物没抓到2坨水草，这2根水草挺好看的，也给它们种进生物圈3号里。接着把抓到的小虫子都倒进里面，里面有大量的和水藻一样的虫子，还有一个跳来跳去的比较吸引。昆桑觉得里面还缺少一种虫子，那就是红线虫。之前曾经在一个水源发现过它们。这些大型水草看起来好像一片原始森林，蜗牛们聚集在上面，好像在开会。这里发现了一只羊涌春，它会在身体周围储存空气，然后再潜入水中。生物圈里还有这样一种虫子，个头也是不大，不知道是什么虫子，大概率也是化春的一种。2个腿游泳的时候好像船桨在划船一样。玻璃罐底部有很多的水藻，它们一跳一跳的，非常好玩。瑶族类是一种小型甲壳类动物，它的头上有个小黑点，好像个独眼怪。这里发现了一只红虫，它是摇纹的幼虫，就连水藻都有很多种。这种水藻喜欢清理玻璃。这只蜗牛的壳有点半透明，就这个小生物圈里，蜗牛的种类都有很多种。这有只水甲虫，小屁屁上那个闪亮的球就是氧气。当然最让昆桑喜欢的生物就是这红线虫了，它们一半身子在泥巴里，一半身子在摇摆，没有 BGM 也能跳舞。1个月后，植物们开始抢地盘，一些强势的水草长满了玻璃罐，大部分水草都长得不错，很多都开始发出新芽。昆桑发现了一些新的昆虫，之前从来没见过的，还有这个水菜蜻蜓的幼虫。在这个生物圈里，它算是很大的生物了，大部分小昆虫都是它的食物。3个月后，昆桑把它取了出来，因为再吃下去可能就没法观察了。罐子里还发现了一只涡虫，一开始的那个黑色的卵原来就是它。2年半后，生物圈3号变成了这样，还是一片绿油油的，植物的种类变少了，只有15种水草活了下来。浮萍看起来状态也很差。那么动物呢？整个生物圈里就剩下了一种水藻，它们的数量倒是繁殖了不少。它们能存活下来的原因可能是它们更卷，随便吃点藻类微生物就可以繁殖，或者它们比其他物种更皮实。3年后，罐子里还是15种水草，生物也只有水藻，看来它们可以独立运行，在这个小生态系统里也可以自给自足。在这个完全和外界隔绝的密封空间里，能存活3年也很让昆桑意外。好了，本期生物圈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6个月前，昆桑养过很多东西，上至鲨鱼，下到泥巴，
这些东西大部分都和水有关系。众所周知，水是地球上的生命之源，绝大多数生物离开水无法生存。那我们干脆养一盆水吧。既然是养一盆水，首先得有一个盆。昆桑养的这水可不是一般的水，这是昆桑亲自从水管里搬运来的纯天然的小自来水，纯净到水管都激动的出不来水了。对不起，弄得墙上都是了。这自来水甚至比自来水都干净。3天后，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盆水。经过了6天，水还是一盆水，没有计划成外星人。看来时间还是太短了。不过盆子里已经有了生命的种子，一只小飞虫不小心掉了进来，还有一些被风吹进来的杂质。9天后，盆子里仍然是啥都没有。这些天下了几场雨，除了一些小飞虫，就是一些小落叶。盆子底部堆积了一些小垃圾。到了第2天，出大事了。有一片很大的落叶掉进了盆子里，盆子里的有机物一下增加了非常多。20天后，盆子里的有机物越来越多，用人话说就是盆里的水越来越脏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小盆子里已经产生了生态系统必须的细菌。30天后，这些日子里下了一场雪，雪融化进水里，水变得有点黄了。虽然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现在一个小生态系统正在建立。2个月后，昆桑来观察这盆水，水直接变成了浅咖啡色，里面好像起了沙尘暴一样，根本看不到发生了什么。昆桑很担心细菌们的安危，就是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直到66天后，盆子里的水从卡布奇诺变成了绿豆汤。要想生态系统过得去，里面就得带点绿。没错，这里面已经慢慢都是微生物了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单细胞藻类，也就是小球藻。盆子里不只有单细胞藻类，还出现了多细胞的藻类，类似于石藻和蓝绿藻的东西，黏糊糊的，让昆桑非常兴奋。小球藻是5亿4千多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的生物，它是一种单细胞的绿色微藻类。直到人类发明显微镜，才发现了这个小家伙。使用显微镜观察一下，这些绿色的小点就是衣藻，它们是原始的单细胞绿色植物。更让昆桑兴奋的是这个小家伙，它是一个小动物，长得像个庙里的钟，属于中型动物。80天后，水变得非常清澈了，盆子侧壁上长满了藻类，它们在太阳的照射下冒出了很多氧气泡泡。90天后，水面经常会出现一些小飞虫，还有几只蚊子也被这个小盆子吸引了过来。120天后，盆子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动物。蚊子的幼虫孑孓本来想养出外星人，现在养出了一堆蚊子。用显微镜观察一下这蚊子，昆桑还从没这么大看过它们，看起来还真像外星人。这盆水里除了蚊子，还有大量的微生物，比如现在看的这个小轮虫，前面那个有毛刺的就是它的嘴巴，这也太可爱了。现在观察到的微生物比2个月前观察的多得多。这个旋转的灯球是红球藻。140天后，盆里孑孓都变成了蚊子，水里已经没有了蚊子的幼虫，盆子底部堆积了厚厚的一层东西，水也变得更清澈了。160天后，昆桑注意到盆子水面上漂浮着一根羽毛，可能是一只小鸟在这喝过水或者洗过澡。190天后，水里又出现了大量的孑孓，水面也有很多藻类，一些树上掉落的果实烂在水面，还出现了更多的羽毛。270天后，果实腐烂了，不过里面的种子还是非常硬的。水里出现了第一个水草，一个浮萍，不过这个浮萍没有飘在水面上，而是在水中，水里布满了石藻，可能浮萍被石藻缠绕，被拉进了水中。300天后，进入了12月，水温也接近了0度。昆桑惊奇地发现，水面上有一只小跳虫，2个触角组成的中分头，就叫它小黑吧。
他可能在水面上寻找吃的，而且盆子的侧壁上，昆桑发现了很多小虫子，好像水藻一样。这是不需要显微镜就可以观察到的小动物。320天后，盆里的水结冰了，还好这冰不是很厚，用手轻轻一按就会破碎。1年后，这盆水里除了出现了一群蚊子，好像也没有特别高级的生物。盆子里再次被石藻和大量其他藻类占领。别说外星人，哪怕是看到一只甲壳类动物或者一条小鱼，可能都得经过很漫长的时间。不过看着这些小虫子，昆桑觉得希望就在前方。1年半后，在连续的干旱和暴风过后，整个生态系统崩溃了，没有了水，所有的生物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了这个塑料盆。不过盆子的底部发现了几块骨头，可能是被某些鸟带来的。这干枯的藻类引来一些小飞虫，对于这只小跳蛛来说，又是一次生命的奇迹。好了，本期养水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